今天聊聊千万先锋想说的话。沉默之后 ，Pi Network 能否重建信任？一次迟到的回应带来了哪些信号？在加密世界的舞台上 ，Pi Network 一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存在。它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空气币，也无法被简单归类为一条正常运营的区块链公链。在过去数年中 ，Pi Network 几乎以一种隐形的方式运作，依靠签到挖矿机制吸引了全球数千万用户，却始终保持着神秘、封闭、低调的姿态。没有明确的主网转账时间表，没有链上自由交易，没有可验证的经济模型，也缺乏对社区的持续回应和技术进展的透明更新。Pi Core Team， 尤其是创始人尼古拉斯与范成雕，在社交媒体上保持极低的活跃度，仿佛这个巨大的生态只需依靠时间、耐心和信仰就能不断向前推进。然而，2025年开始，局势正在悄然改变。沉默已久的 Pi 团队开始对社区提问做出频繁发帖。这个转变是 Pi Network 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，也让整个社区与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项目的未来方向。问题随之而来，他们为何选择此刻开口？这背后有哪些压力与动因？几条社交媒体回应是否真能挽回多年来沉积的信任危机？ Pi Core Team 接下来的动作又是否足够推动生态进入一个更成熟的阶段？封闭系统的裂缝 ，Pi 终于撞上了开放的墙。Pi Network 之所以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够保持自我运转，其核心秘诀在于打造了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信息与交易生态系统。从不炒作，不接入常规区块链浏览器，不开放自由转账，不公开开发者接口，甚至连链上数据查询都设置了重重门槛。Pi 用户所能接触到的几乎全部内容都被锁定在官方 API 的封闭宇宙中。这种封闭性在初期营造了用户友好、易于上手的印象，吸引了大批普通用户加入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它也构建了一个高度去信息化的系统，用户缺乏足够的判断依据，也无法用常规的区块链工具验证自己所持有的资产价值。这种局面直到越来越多 Pi 用户将不满带到 X 平台上才开始瓦解。用户开始发帖质疑主网开放时间反复拖延， KYC 映射迟迟未果，生态口号与实际落地场景严重脱节。尤其是当用户在尝试将 Pi 币映射到其他链上时，遭遇一连串模糊不清的限制规则。外界对 Pi Core Team 有意阻止自由流通的猜测越来越多，而 Pi 团队却始终选择沉默或敷衍回应，这进一步放大了不信任感。社交平台的放大效应 ，Pi Core Team 无法再装聋作哑。加密行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开放、舆论驱动的生态，没有哪个项目可以长期规避信息披露与社群监督。而 X 平台的广泛传播能力，恰恰是这个封闭生态最怕面对的场域。在 X 上，任何人都可以对项目发声，社区意见领袖乃至媒体记者都会参与讨论，形成巨大的外部监督声量。这一切是 Pi Core Team 过去几年从未真正面对过的。过去，他们可以在 API 内屏蔽评论，在论坛里过滤提问，在生态里自说自话。而在 X 上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无法掌控舆论的巨大压力。尤其是在几个关键节点之后，这种压力迅速叠加。Pi 币自由映射进展几乎停滞，用户2年等待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规则更改。社群自发起主网倒计时话题标签，逼迫团队做出回应。内转市场爆出大量假价格骗局，破坏用户对价值的信任。一些生态合作项目开始退出或转身投奔其他公链。在这些重重冲击下， Pi 团队终于意识到，继续沉默下去将不只是失去用户耐心，更有可能彻底丧失项目的存在正当性。他们必须回应，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更开放，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。回应的真正意义，从发声到改过之间的距离。我们固然欢迎一个项目方愿意开始倾听用户声音，回应社区质疑，这是去中心化项目最基本的应有之义。
但必须指出的是，回应本身并不等于改进，更不意味着信任回归。尤其是像 Pi Network 这样长期以沉默筑高墙的项目，一次发生的意义更多只是打开了原本密不透风的舆论闸门。真正的信任重建必须靠实实在在的结构性变革与透明制度设计。那么 Pi Core Team 下一步到底该做什么？至少有5个方向必须坚定执行。1、开放主网自由转账。没有自由转账，谈不上任何形式的去中心化。控制链上资产流动不是安全机制，而是对区块链精神的背离。2、公布完整开源代码与治理模型。一个区块链项目不能永远以技术保密为由不开放代码，治理机制必须透明，可以追责，才能说服社区继续参与。3、明确代币经济模型。Pi 的总发行量是多少？团队保留比例多少？未来是否有融资或增发计划？这些问题必须以白皮书形式正式对外说明。4、制定清晰可被问责的路线图。我们正在努力，敬请期待早已无法安抚焦虑的社区。路线图应包含明确里程碑、交付时间、负责团队、接受公开监督。5、正视过去误导性宣传并进行修正。关于 Pi 的价格、百万商家接受支付等宣传口径已经在现实中被证伪。Pi Core Team 应当为这些错误承担责任，哪怕只是一个正式声明，也好过继续回避。人心已变，用户不再愿意盲信 ，Pi 如何应对现实？曾几何时 ，Pi Network 被誉为最接近普通人的加密项目。通过零门槛挖矿，让无数对区块链一知半解的用户进入这个新世界。它提供了梦想，也塑造了期待。但如今，用户已经变了，许多人投入了金钱、时间、社交关系网络，甚至在亲友间承担了推广Pi的风险。如今，他们面对的不再是单纯的等待，而是深切的焦虑与疑问：我的Pi到底能不能自由变现？我2年的努力值不值这个回报？你说的未来货币，为什么现在连转账权限都没有？这些问题不能再靠愿景来打发。更现实的是 ，Pi 一度的最大优势——千万 KYC 用户也正在被稀释。WorldCoin 通过虹膜认证和空投迅速扩展用户 ，Tan 借助 Telegram 生态大放异彩 ，Layer Zero 等跨链协议开始布局更强的用户互动机制。这些新兴项目不只讲故事，更懂落地。如果 Pi 还不及时调整节奏，它的先发优势可能就会变成拖延魔咒。信任的门槛从未如此之高 ，Pi Core Team 的回应的确是一种转变，也值得社区给予一定的期待。但请记住，回应不等于负责，发声不等于行动。真正的信任重建，从不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就能完成的。区块链的本质是共识，而共识的基础是开放、透明、可验证、可质疑。如果 Pi Network 想从一个封闭积分系统真正蜕变为全球去中心化公链，那就必须在制度设计与生态开放上彻底革新。时间会给出答案，但用户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耐心等待，他们需要看到希望，也需要看到结果。因为在这个信息极度透明的时代，真正的信任是无法靠控制建立的，只能靠透明赢得。